大家好，在第9讲里，我们介绍了 MOSFET。在第24到26讲里，我们讨论了如何用 MOSFET 来构成数字系统的基本单元门电路。大家都知道，对于 MOSFET 来讲，在 DS 之间可能有3种情况：开路、电阻和受控电流源。那究竟对于一个实际电路来讲，它工作于这3种情况中的哪一种呢？我们这一讲将给出答案。在分析具体电路之前呢，我们首先需要回顾一下 MOSFET 3种不同的工作区域以及工作区域所对应的限制条件。我们先来分析截止区，也就是说 D 和 S 之间是开路，在这个时候所需要的条件是 UGS 小于 UT。当 UGS 大于 UT 以后 ，DS 之间被导通，那么它可以把 UDS 和 IDS 之间看成是一个2端元件。我们以前的仿真表明，它具有这样的电压电流关系。我们可以把这一部分看成是一个电流源，而且经过以前的分析，知道这是一个非线性的压控电流源。大家观察到了吗？需要 UDS 相对比较大的时候，它才是一个非线性的压控电流源。也就是说，它是一个压控电流源的条件是 UDS 大于 UGS 减 UT。在这种情况下呢，这个电流源的值是1/2 K 乘以 UGS 减 UT 的平方，因此它是一个非线性的。那么第3个部分呢，是在这里 ，UGS 大于 UT 以后，当 UDS 相对较小的时候，它是一个可变电阻。但是呢，由于这个电阻的可变范围并不太大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电阻。于是第3种情况就是认为是一个 R-on， 那么这个时候 UDS 应该相对较小，即 UDS 小于 UGS 减 UT。那我们接下来就用实例来分析，如何用假设检验的思想来判断某一个电路中的 MOSFET 究竟是工作在哪一端。大家请看这个电路，首先我们给出了 UGS 是5伏，而且我们给出了 UT 是1伏，所以它一定是大于1伏的，因此 D 和 S 之间一定是导通的。那我们接下来就做假设。第一个假设，我们假设 D 和 S 之间是一个受控源，那就是这样的。那么这个压控电流源的参数是什么呢？0.5乘以5减1的平方毫安。我们需要写出来它的 UDS 在这里。那么 UDS 是等于，从这里做一个 KVL， 等于负的0.5 5减1的平方乘以9，因为毫和 K 消掉了，再加上5，算下来是等于负31伏的。我们来验证一下。UDS 需要大于 UGS 减 UT 才能成立。在这里，这是负31，这是5减1，所以不成立。我们的假设错误了。第二，我们假设它是电阻。由于这里给的是1K， 所以这是1KO， 这是 UDS。很显然，这是两电阻分压。UDS 等于 0.5 伏，那么在这个部分就需要 UDS 小于 UGS 减 UT， 那么它是 0.5， 这是5减1，是小于
是正确的。那么这就回答了我们此前在讲授门电路的时候提出过的那个观点。如果说供电电源是5伏，这个上拉电阻足够大，而输入信号是0、5伏之间变化的时候，那么输入信号是5伏时 DS 之间是可以看成 R on 的。在这一篇就给出了说明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UGS 变化了，比如说其他参数全部保持不变， UGS 变成了 1.3 伏，会是怎样的情况？我们首先假设它是一个电阻，跟此前的计算是一样的， UDS 是等于 0.5 伏。需要 UDS 相对较小的时候，它才能是电阻，所以 UDS 是要小于 UGS 减 UT 的。在这里，这是 0.5， 这是 1.3 减1等于 0.3， 是不小于的。于是我们假设错误了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假设它是一个非线性的压控电流源。那么这个控制量呢是0.5乘以 1.3 减1的平方毫安。类似此前的 UDS 等于负的0.5 1.3 减1的平方乘以9再加上5，那么这个结果呢是 4.80 伏。那么在这部分呢，它的条件是需要 UDS 相对较大，因此就是 UDS 大于 UGS 减 UT。这里是 4.80， 这里是 1.3 减1等于 0.3， 它是大于的，因此我们假设成立。在接下来的第45讲里，我们将利用类似于这样的条件来实现一个小信号的放大器。大家请看，在这一页和此前的那一页里，电路的拓扑结构完全是一样的，变化的只是 UGS 的不同，就使得 MOSFET 的 DS 之间呈现出不同的性质。我们很巧妙地用非线性电阻电路的分段线性的思想来判断了这个 MOSFET 究竟工作在哪一个区域。